河口湖一日游到底可以怎么玩呢？这一集我们前进日本啦！第一站要带大家去河口湖周边的景点，带你搭冷门的蓝线，看本溪湖以及金镜湖的美景，以及营运超过30年的超热门红线。最后带我往河口湖自然生活馆欣赏花海。此外，还有极近的浅间神社，当然不能错过喽。这几个景点到底要怎么花上1天的时间来玩呢？今天阿汉就一次导览带大家欣赏富士五湖的景色。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先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我们交通大老师的频道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但是私底下常常就有人跟我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来日本录公车路线？我这不就来了吗？所以呢，这一次来日本，我们第一站先跟大家介绍河口湖的路线，红线跟蓝线之外，还会带大家去河口湖以及一些秘境景点给大家知道哦。其实从东京前往河口湖的交通有2种方式。一种是在东京或新宿搭乘高速巴士，另外一种是搭乘 JR 列车。不过我们的频道本来就是在聊巴士，所以我们搭高速巴士过去到河口湖喽。这次我的行程从新宿站开始搭乘，如果你是搭 JR 来到新宿车站，记得要先到月台最前面的楼梯，一路上去4楼。4楼就是新宿各线的高速巴士售票处以及巴士月台。对了，提醒大家，高速巴士是可以事先在网站上买票的哦。到了4楼之后，可以对照一下票券上的时间、车次、月台乘车处。今天阿汉搭的是富士急以及京王2家经营的新宿到河口湖线，全程100分钟左右。如果你是在巴士网站上购票，不用担心看不懂文字。网站有繁体中文。买票完成之后，系统会发送1张电子票证到你的电子信箱。当天要搭车的时候，记得要打开 QR Code 给驾驶员看，才算完成程序哦。另外，票券上面有你的座位号码，请记得一定要按照号码来乘坐。另外，车上有洗手间，所以不用担心。以前在山中湖线这条路线的时候，1965年7月16日开始，这条线升级成为每日行驶的路线，长达136公里，是由京王电铁以及富士山6电铁共同营运。不过当时并没有中央高速道路，所以全程需要耗时4个小时半才会到河口湖这边。之后随着中央高速道路各路段逐年的开通，新宿到河口湖这段路线才改为高速巴士行驶中央高速道路。直到1976年5月18日，这条路线才成为现在的模样。新宿到河口湖的行程时间缩短至1个小时40分钟，光是改走中央高速道路，省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相当方便呢？我们下了河口湖交流道，这里有一站富士急乐园。富士急乐园就位在山梨县富士山的脚下，是日本超有名的主题乐园，
最吸引人的就是各种超刺激的游乐设施。园区里面有好几座拿下金氏世界纪录的云霄飞车，很多喜欢挑战。除了刺激的设施之外，这里也有适合亲子同乐的汤马士，还有丽莎与卡斯伯小镇，还有号称世界最长的鬼屋站立迷宫。不管是想要找刺激，还是轻松逛逛，都能够玩得很开心哦。花了100分钟的时间，我们抵达了河口湖站。因为后半段要带大家搭乘河口湖周游巴士的蓝线跟红线，算一算车资，还是买周游券比较划算。我先到车站的售票窗口，现场购买河口湖周游巴士1日券，只要1500元日币，红、蓝、绿3条线都可以无限次上下车坐透透哦。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从蓝线开始介绍，简单带大家去欣赏本溪湖的景色吧。蓝线观光巴士这条线是2016年4月29日开始行驶。从河口湖出发之后，先经过山梨红十字医院，绕进去河口湖购物中心之后，直走国道139，直到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明泽冰穴、富岳峰穴、金镜湖，最后抵达本溪湖，全程大约1个小时左右。蓝线的巴士基本上会沿着国道139号行驶。国道139号从静冈县富士市出发之后，中途会行经山梨县，以及富士五湖的本溪湖、金镜湖、西湖，还有河口湖，还有青木原树海森林。光是山梨县内的里程就高达将近90公里。最后抵达东京都的西多摩郡奥多摩顶。蓝线上面最有名的景点就是明泽冰穴。这个冰穴是在富士山古代大爆发的时候流出来的熔岩冷却之后所形成的洞穴，就位在青木原树海东边的入口处，一整年观光客络绎不绝，是富士山周边的观光景点之一。西元864年，富士山的侧火山长尾山喷火的时候，灼热的岩浆留下旧寄生火山，所以就形成了明泽冰穴以及富岳峰穴。另外，青木原树海的形成是因为在同一次喷发之后，在龙岩台地上慢慢长成的原始森林，现在都被指定为日本的天然纪念物，也成为来到富士山一带不能错过的自然景观。接下来看到的是富岳峰穴，同样在1929年的12月就被指定为国家的天然纪念物。刚刚有提到，富岳峰穴其实跟明泽冰穴一样，是在富士山的侧火山喷发之后，熔岩流动时候所形成的。当时熔岩的上层先冷却变硬，但是下层还继续往前流动，
最后就在里面留下了像隧道一样的空间，变成今天看到的洞穴。这个洞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岩石是充满细小气孔的玄武岩，所以人在里面说话几乎是不会有回音的哦，听起来是相当安静又神秘呢。而洞里面的积水在冬天就会结成冰，到了夏天也几乎不会融化，让整个洞内的平均常年温度大约维持在3°C 左右。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富士山山脚下的天然冰箱秘境。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镜湖，它的面积大概只有0.8平方公里，是富士五湖当中最小的一座湖面，同时湖水深度排名第3。听起来好像不大，但实际上真的绕湖走一圈，可是要花上不少时间哦。整个环湖一周大约有4.4公里，在这里可以看到被许多人认为是富士五湖最美的富士山景色。而从位在富士山前方的大士山往回看，还能够拍到非常有名的抱子富士画面，看起来就很像富士山把大士山抱在怀里一样，非常可爱，也很疗愈。整体来说，金镜湖保留了富士五湖相当纯粹自然的风光，不论是在湖畔露营，还是呢在平静的湖面上面悠闲划船，都能够让人好好的放松，享受慢下来的旅行节奏。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本溪湖，本溪湖就位在富士五湖的最西边，同时也是5座湖里面水最深的一座。这里不只以超高透明度、清澈见底的湖水闻名，还能够体验像是潜水等等各种的水上活动。而一般人手上的日币1000元纸钞背面著名的逆富士，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如果说你也想要拍出跟纸张一样角度的照片，通常会建议到北岸的中之草。不过碍于时间的关系阿汉这一次就没有过去了。这次阿汉刚好来到本溪湖，刚好避开了最热门的旅游季节。通常比较热门的时期大约是在每年的4月中旬到5月下旬。富士的本溪湖度假村会举办盛大的富士知音季。现场多达50万株的知音，像地毯一样铺满大地。来到本溪湖是绝对不能错过这个画面的，在关东地区算是数1数2的大规模花海。好了，来到这里短短的时间，我们直接搭车回到河口湖车站吧，继续下午的行程喽。来，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河口湖站这边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河口湖的红线。红线是最多人在做的路线。红线它有到河口湖的生活馆，还有浅间神社。那么红线到底可以怎么玩呢？我们现在马上就出发啦。
口湖的红线观光巴士从河口湖站出发之后，经过观光船以及索道路口、河口湖美术馆，最后抵达河口湖自然生活馆，全程大约30到40分钟左右，基本上是沿着河口湖的湖岸行驶。当时河口湖顶希望能够开发河口湖的观光，所以提出开通连接河口湖沿岸旅游设施的巴士服务。所以开通了红线观光巴士，同时也启动河口湖地方观光计划。从1995年开始行驶，河口湖顶还补贴车辆的购置，并且承诺补偿所有的营运费用，来补贴路线的亏损。透过沿线设施的开发而举办各种活动，来增加客流量。所以就在开线的第3年，也就是1997年的时候，终于让这条线开始盈利。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来到河口湖搭乘，尤其亚洲国家的观光客来到日本的第一站，一定要目睹站在河口湖望向富士山的景色。游客络绎不绝，所以在2015年4月6日开始，红线增加到15分钟一班。之后的3年，搭乘人数大幅度成长，从2018年6月17日开始，更换为大型巴士一般车辆来行驶。沿着湖畔前进，我们来到河口湖美术馆。整座美术馆依山傍水，坐落在一大片的绿意之中，有种与世隔绝的优雅气质。大片的落地玻璃把湖光山色直接带进来馆里面，让自然景色就变成展览的一部分。走在里面会让人家感觉特别的放松。而在美术馆里面收藏了许多以富士山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也会不定期举办现代摄影展。逛完之后，可以推荐到馆内咖啡厅坐一下，静静的享受河口湖的湖后时光。如果说河口湖周边哪一座园区最华丽、最浪漫，那大概就是河口湖的音乐森林了。整个园区以欧洲阿尔卑斯山的氛围为设计概念，不管是在馆内还是庭园里，都能够看到富士山的美景。园区里面有尖顶小屋、小桥流水，还有色彩缤纷的花圃，充满浓浓的古典欧风，就像走进中世纪的童话庄园一样。河口湖木之花美术馆，这里是以插画家池田明子笔下的奇幻世界瓦奇菲尔德而打造的美术馆。走进馆里面，可以看得到主角达洋猫原画和各式的插图展示，整个空间就像走进童话故事一样，气氛非常梦幻又疗愈。而美术馆的建筑外观也设计成欧洲童话城堡的风格，搭配周围优雅的花园景色，光是在外面拍照就很值得哦。馆里面还有设主题商店，可以买到不少限定的周边商品。另外里面还有一间咖啡厅，主打自家栽培草莓用的各种甜点。逛完美术馆之后，坐下来吃个甜点，喝杯咖啡，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我们抵达红线周游巴士的最后一站——河口湖自然生活馆。这里也是非常多摄影爱好者的湖畔必访景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园内的大石公园，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代表性的花田盛开，也让这里成为富士山跟花海同框的最佳地点。从4月开始会看到郁金香、油菜花跟知音。6月下旬则会看到梦幻的紫色薰衣草，到了秋天还能看到红火的扫帚圆球铺满大地，画面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口湖的湖岸旁边，
其实河口湖是因为富士山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堰塞湖，同时也属于富士乡跟伊豆国立公园的范围。在5座湖里面河口湖的湖岸线是最长，海拔高度最低，而面积呢则是排名第2。这里也是欣赏富士山倒影最经典、最受欢迎的地点之一。河口湖也是富士5湖里面最早发展观光的一座湖。从平成初期开始开挖温泉之后，东岸逐渐形成现在很有名的富士河口湖温泉乡。湖畔周边有不少景点，像是充满童话感的河口湖音乐河之森，可以登上天上山眺望的低搭山缆车，以及悠闲欣赏湖景的河口湖游览船等等。除了观光之外，河口湖其实也是钓鱼爱好者非常熟悉的地方。这里以黑鲈是特别有名，再加上鳟鱼放养特别的热门，在湖的周边聚集了许多租船店以及钓具店，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钓黑鲈圣地之一。紧接着，我们搭红线回到久保田一竹美术馆，带大家去河口湖旅行的最终站。来逛完了河口湖之后我们为什么会回到久保田一竹美术馆这边下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去浅间神社，那浅间神社离这一站呢会比较稍微近一点现在我们带大家走过去哦。这段路就要走快20分钟，还蛮久的。河口浅间神社是河口湖地区相当重要的历史名所，这里创建于西元865年，供奉的是富士山女神木花开耶姬命，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也是富士山信仰的重要据点之一。整座神社坐落在宁静的森林之中，参绕两旁高耸的山木，营造出非常庄严的氛围。走进来，就像穿越到神圣的时光隧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可以从神社后方远望壮丽的富士山。而2019年设立的摇摆所，更能够同时拍到富士山跟鸟居同框的梦幻画面，也就是社群上非常有名的天空鸟居的打卡景点。阿汉原本想要去神社后方，不过走了一天真的是太累了，没办法上去神社的最高点。如果想要从神社的高处目睹整个河口湖富士山的美景，可以亲自来一趟哦。今天日本的第一趟旅程河口湖，我们带大家沿着河口湖坐车环游一圈，望着河口湖自然生活馆以及大石公园外围，进去浅间神社享受静谧的旅程。中途我们还去了本溪湖，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好啦，我们的旅程即将要进入尾声了，不要忘记哦，日本之旅还有第2支影片哦，下次还会带大家介绍日光，千万不要错过哦。好啦，各位，今天我们这支影片呢，就在浅间神社这边做结束啦。然后后续呢，还会有更多关于日本公车以及旅游的影片哦，请大家密切注意。我是阿汉，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